好，今天的战情是我们要持续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次美军正在计划的抢夺浓缩铀的这一场战争。那么伊朗针对于这场战争，它已经最新放话了，如果你真的敢派地面部队的话，我们也准备好了700万大军等着杀你们。今天就这一场战役，我们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是来自于不是空穴来风，《华盛顿邮报》最新披露，川普已经下令了，制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要做什么呢？夺取的就是454公斤的浓缩铀要做的地面突袭方案，并且呢是在五角大厦的部分，上周就已经提交了这份报告。好，内容包括说他们设定好了。接下来会用空运的方式，重型的挖掘设备进入到伊朗之后，在当地立刻建立一个简易的跑道，然后让特种部队可以深入到核心设施，最后他们预估可以在革命卫队的眼皮子底下直接搬走，有这么的容易吗？我们也来稍微分析一下几个层面，这一场战争夺取浓缩铀的难度到底有多高？首先就任务的难度来说，专家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请将军来特别帮我们做分析。他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因为浓缩铀设施，他说深入在非常深的地底下，美军要深入敌境高达数百公里才可能拿到浓缩铀啊。再来就是后勤的问题了，你能不能撤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算你成功夺取了454公斤的核材料，但是你要如何撤出，这是最大的危机。再来就是美军的军心不稳，最新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高层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啊，竟然被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他要提前的离职，实际是这一场战争准备要升温的时候，乔治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曾经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服役过，他是对于地面战非常的有经验的。那为什么今天赫格塞斯会要求他离职呢？是不是现在军方里面已经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呢？等一下我们会来做关心。当然了，伊朗看到美国要发布地面战，他的这些高官是立刻出来喊话了：你敢进来的话，敌兵无疑可以生还，你们是把你们的士兵送进坟墓当中。国会议长直接喊话了，没关系，你们就来吧。伊朗已经有700万大军准备好了，等着美国放马过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可能实践？会不会重演当年越战的一个灾难？再来就是关心到人事案了，美国的参谋长被要求提前离职，是不是就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内部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呢？厉将军怎么看？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不知三军之事而干三军之政，则三军心又疑且乱，就是他就产生疑问。所以这很明显的，你赫格塞斯你只是一个主播出身，那你如果说军事行动，你一定要尊重这个军人的专业的判断以及计划。那他做不到的，你要尊重他做不到，对不对？那你不能强迫他要去做，他做不来，他跟你提供建议，那你就叫他离职。我觉得这最后就是等于军心整个会混乱掉。那这场行动我大概说明一下，我认为美军他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的天真，也非常冒险。他认为凭着他强大的制空能力，现在伊朗大概没有制空能力，他开辟一条空中安全走廊。那利用这条空中安全走廊从伊拉克或者是从波湾海湾的国家这边到达这个伊朗的放浓缩铀的地点，然后用空降下去，大概空降82师大概3000个官兵一次跳伞下去，形成一个这种所谓的空降堡形成一个堡垒，四周的一个防御态势，然后将这个核浓缩铀放在中间，我形成一个四周防御。四周防御以后，这个伞兵在这边空降堡下去以后，那后续来讲，陆陆续续再进入这个工兵装备进去又开始挖拼命挖到浓缩铀挖出来以后，然后另外工兵还要干什么？负责建立一条这个简单的跑道让这个运输机可以起飞跟降落，然后跑道建立完，东西挖出来以后，再用这个飞机将这个浓缩铀运好飞回去。可是你这空降堡中间，我们要讲究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兵力你想说用空降下去，这是地面作战的兵力。这个时候，伊朗难道不会对你实施反击作战吗？这是第一个兵力你就必须短兵交接。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的火力从哪里来？
这个火力，我想说美军可能要借着它的 A10攻击机，那我利用空中的炮火来支援地面作战。这又是美军为什么把 A10攻击机，就是调了16架在那个地方，可能想要借这个借这个 A10这个提供地面部队密接支援的火力。第3个来讲的话，你要有工兵部队。第4个你的补给从哪里来？这些士兵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想想看，如果伊朗群起而攻之，那你的弹药消耗量是非常快的，你必须这个空降堡里面不停的要有直升机啊，把这个弹药、粮食、油料，你去挖怪手挖，你也要油料、弹药、粮食，阿兵哥吃的。那你想想看，这个消耗量有多大？你怎么确保说这下去2、3千人，这一天每一个人光3个便当，你就要几架直升机才能够送得了那当然这种战役我特别举2个战史给各位听，大家知道说是2次美军都失败，第一次是在这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场战役叫做夺桥遗恨花园市场计划。他们那时候美军进去，认为说是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德军不堪一击，他们想要快速直接推进到德国境内，所以要占领莱茵河上面所有桥梁，然后地面装甲部队马上就推进去，先把桥梁控制住。就所有空降师下去，其中有一个师，美军一个师，就是这一次82空降师。就跳伞下去以后，由于没有得到地面火力的支援，结果跳下去后被德军的装甲部队3个师全部被扫光了，所以叫做夺桥遗恨。装甲部队也来不及会师，这是第一次。第2个战役是在越战，你刚刚讲越战的叫德浪谷战役。德浪谷战役，美军认为他的直升机很快用1个营的兵力去占领那个地方，也是形成一个空降堡，在那个地方机降堡。然后后续来讲，它的火力靠什么？靠地面炮火，因为那距离近嘛，所以地面的火炮可以掩护到它作战。但是没想到你最后来讲的话，也是你直升机一直不停的运这个，你要知道，不是光运弹药，不是光运油料跟这个兵员下去，你还有伤兵你要运回来，所有受伤兵你还要用直升机再送回去。最后这个营在那边就。当然了，按照美军那时候的说法，说他们达到作战目的也是得到一个胜利那越军来讲的话，最后他们是撤退走了这个营是撤退走，所以从这2场战役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我想说，今天不只是美军的陆军参谋长，如果说因为这个案子被国防部要求我们必须要这样执行来讲他真的是做不来，所以他就是这个不晓得是被迫离职还是主动离职。我想说，这个参谋长应该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子弟兵送到战场去送人头，不能活着回来，所以他这时候宁可挂冠求弃。我觉得他离职是对的。如果说任何一个军人听到这种荒唐的一个作战计划，可能任何人都干不下去，除非你不把这个兵当自己子弟兵看。是好，厉将军认为这个作战计划是完全不可行的。那同样的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呢？我认为他这个是进入容易，但是要去撤退，任务执行完毕了，撤退困难。你怎么撤？你简易跑道，你那么容易盖简易跑道啊？你认为几个小时1、2天就盖出来？没那么简单。那这个82空降进去，你3000人，你1架飞机站100人好了，你要30架飞机，最少会被伊朗撂下1、2架，你100-200个条人命先没有，还没有进入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核原料在伊斯法罕在德黑兰南部的450公里。那你要深入内陆，你派16架游猪做对地扫荡，还有战场主角，还有密接支援作战，不够，16架哪够？伊朗它是以逸待劳，它是部署在那个附近的，所以兵力不够，风险太高。我认为美国会列你2大，第一个风险大，第2个代价大，你要不要冒这个风险？第2个你要冒牺牲的代价，现在代价蛮大的嘞。那因为什么？空降都是轻装，冲锋枪或者是一个我们讲的火箭筒没有了，有没有重炮？没有，有没有自走榴炮？没有，有没有坦克？哪有空降坦克的你空降坦克你就不要载人了，那你看换都是轻装，轻装火力马上就用完。那伊朗上来的重装，拿坦克来轰你，拿自走炮来轰你，你怎么办？而且你还没有就地掩蔽为什么？你是空降下来，是战力最脆弱，还没有集中呢。所以我认为风险太高，代价太大，不能轻用。今天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他今天被辞职了，他这个赫尔格塞斯就是偏听，你讲实话了，你不能讲实话，你要讲好听话，说没有问题，你要这个样，那这样子，他今天这个陆军参谋长，西点军校教育就是诚实跟荣誉，我今天要讲实在话，会有多大的风险？
会造成多大的牺牲，会多大的困难度。而且伊朗的核原料不是光只是放伊斯法只有200公斤左右，其他还有好几个地方，它是分区囤储的。你这个拿走了，其他的呢？你怎么办？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好，那你离开，你不做，你不离开，有人来接替，完蛋。就是因为偏听，所以4天已经打了1个多月了。就川普也是，他这个整个作战判断、战略判断都错误，就是偏听，要听好听的。你如果讲实话，那你离开，你不行。结果现在打成这个样，荒腔走板。美军没有这样子那么难堪的啦，美军战力是多强大，结果现在这个 MQ9死神武器被打下那么多架，还有战机也有误击的事件，还有这个营区被好多地方被炸，包含E3A 的哨兵式的空中仪，那都非常高价、很贵的了，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美军从来没有这样过的，现在变成这个样。你要偏听嘛？这些我认为，美国五角大厦他的高阶的军官，尤其是美国军联合参谋会议主席，还有他的这些委员们，一定都有讲过。这些人，因为他们打过伊拉克战争，打过阿富汗战争，他们知道。但是你要讲好听话，不能讲实话，那你离开，完蛋。那这样的他更惨，就变成了这种独裁式、专断式的指挥，那就完蛋了。因为赫克塞斯他只有干到少校，他连战争学院都没有读过，他哪懂得这些军事素养或战略指挥，有很大的问题，所以造成今天美国事倍功半。现在让这个伊朗的战争，我认为美国想要顺利完成全胜而归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好，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美军的战损极高哦。那当然了，不只是在军事上面的战损而已，我们要看到人命啊，人命也同样是非常的严重，数千死亡，那么数百万人至今是流离失所。而且川普接下来说了，他要打的就是海水淡化厂啊这些民生设施。那美国超过100位的国际法专家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那到底有没有违反？上次哥又怎么看？最近这个讨论川普会犯战争罪，因为日内瓦公约1949年的时候说不能打民生设施，所以呢，一旦打民生设施，可是川普现在放话说要打你桥梁，要打你这个包括发电厂等等，所以美国的这个司法界大家其实是很严重的。要知道现在谁在被判战争罪？此刻当下有2个国家，一个是苏丹，一个就俄罗斯的普丁。那普丁是在2023年的时候被判战争罪，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判他的。国际刑事法庭会判谁战争罪很少哦，历史上大概只有5个国家，过去是24世纪大战，德国、日本他们战败了嘛，哈，到纳粹德国跟日本帝国，包括东条英机这些。此外还有前南斯拉夫、米洛塞维奇的这个暴政，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卢安达，大家都有印象吧？对，而且还有这个就是柬埔寨波布政权。所以其实历来战争罪其实不太容易，而且战争罪其实也不是谁起诉你，往往要联合国安理会大家通过，或者是要然后最后说你这个太严重。比如说先前普丁就联合国安理会在讨论的时候，像包括中国或等等这些安理会国家弃权，所以整个这个要判战争罪是很难的哦。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底川普现在有没有可能判战争罪？这当然是司法系统在美国方面法律界的大家的谨慎，因为这是美以伊战争当中，如果你大家打来打去，核设施没有问题，可是你一旦涉及到最后跟民生有关，比如说刚刚讲普丁为什么被判战争罪？他不是在乌克兰，你说你发动战争不是，他的罪名是说普丁把乌克兰的孩童把他们运送到这个俄罗斯，就是用这个来起诉他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战争罪？比如说加萨走廊，对吧？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在加萨的这个种族灭绝也被认为要战争罪，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很多人提出，可是现在还没有成案哦。因为这里头包括美国就否决，所以这里头其实我们不是看到这个残酷本身是一个自由起诉的，而且在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有100多个国家要签约，我们都知道整个美国、中国跟俄罗斯都没有签约，大家高高在上，所以呢，也就普丁，我们现在不是有听说吗？他被判战争罪，说如果普丁出国到任何的国家 G7 或等等各方面出席的时候就要被逮捕，所以这个里头其实还是有非常严谨的国际系统。但随着现在美以伊战争现在越打越凶，大家杀红眼，从原先的这个军事设施一旦往民生设施方向走，包括一旦往平民百姓有更多的伤害，那这个战争罪最后要有受害者
或代表受害者来起诉，所以其实不是很容易啦。但现在对于川普有这么样的一个指责，提醒他要特别注意，主要是在于美国内部也很害怕，一旦杀红眼的时候，就让美国自己本身的民主法治的这个威名受到伤害。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